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杀人未遂。他感应到检察官膝盖里有钢钉，便控制钢钉在他体内搅动。检察官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可检察官却有恃无恐地拿出一份报告。北极星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检察官竟然卑鄙到用孩子来逼他就范。陷入两难境地的北极星彻底崩溃了。而他不计后果的行为，也将迎来更加沉重的处罚。狱警将他转运到臭名昭著的耐克监狱。北极星刚一进来，就被一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吐得一脸口水，吐完他还一脸得意。北极星刚要教训狱霸，却被狱警制止。经过下一个牢门时，他看见一个通体发白的黑人，脖子上也戴着一个项圈。北极星知道他一定也是变种人，虽有满肚子的疑惑，却也不好发问。回到牢笼后，北极星仔细打量四周，满屋都是铁制用品，就连马桶都是铁的。他差点就要笑出了声，这里简直就是自己的武器库。北极星立马发动超能力，准备越狱。然而下一秒，北极星被撞得头晕目眩。难道祖传的超能力也不好使了吗？他艰难起身，打算找个人问问，可听到的却是犯人们无情的嘲笑。只有对门的女犯人见他可怜，说出了真相。原来他脖子上的项圈是专门针对变种人做的，能抑制他们的超能力。还说来到这儿的变种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换做以前，北极星肯定一笑了之，但现在为了肚子里的宝宝，他必须想方设法活着出去。于是他趁吃饭时故意和小白套近乎，希望能问出更多关于项圈的秘密。可小白却眼神躲闪，左顾右盼，似乎在惧怕着什么。随后就跟见了瘟神一样起身离开，还警告北极星离他远点。看到狱霸那要杀人的目光，北极星随即明白了一切。看来小白是被欺负怕了，只能另寻他法。放风时，北极星仔细观察着监狱的地形，围墙足有10米高，且四周都有狱警把守。没有超能力，显然无法从这里逃出去。就在他准备从里面找机会时，却被狱霸叫住，还耀武扬威的让他给自己刷新。高傲如北极星，怎么可能给他好脸色？狱霸一听被拒，腾一下就站起来。Oh, believe me, you don't want to do that. Out there, you got powers, but in here, I got powers. 北极星嘴上也不服软，对着他嘲讽道：“你那张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脸，就是变种人的杰作吧？”给狱霸气的牙根直痒痒。而一心只想越狱的北极星也懒得搭理他，扭头就走。却不料狱霸手下突然从背后偷袭，拳头一下又一下的招呼在北极星脸，更是明知他怀有身孕，还卯足力气对着他肚子猛踢。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北极星不顾项圈的副作用，强行发动超能力，将狱霸生生钉死在围栏上。还没等他缓口气，又遭遇手下们的拳打脚踢，四周全是囚犯，却都在看戏。更可气的是，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可狱警却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北极星关进了小黑屋。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变种人，就活该遭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吗？像狗一样每天带着抑制项圈，还要忍受阴冷潮湿的环境，痛感和屈辱感同时涌上心头。他只能靠仅存的回忆来熬过这段难挨的时间。可即使如此，哨兵组织依旧不肯放过他，要求北极星供出孩子父亲的下落，好让他们一家人在监狱里团聚，否则就让他意外流产。一想到肚子里还未出世的小生命却成了被他们要挟的筹码，北极星就越发不甘。他一边说服自己克制对项圈的恐惧，一边发动超能力准备越狱。这时项圈发出急促的鸣叫，仿佛在提醒他别不自量力。但北极星又怎会屈服？他忍着剧痛，再次向命运发起了挑战。随着铁门应声开启，他的体能也到达了极限，双腿不住的打颤，只能用仅剩的力气向外爬行。可还没爬几步，就因体力不支昏死过去。意识朦胧间，他又回到了和男友定情的那天。北极星在天上跳着优美的华尔兹，男友则敲碎地上的酒瓶，用玻璃碎片投射出美丽的光影。就在他们手指触碰的一瞬间，一道美丽的北极光缓缓在他们眼前浮现，那是光与磁相结合的化学反应。他们在极光的包裹下亲吻相拥，但这终究只是一场梦。他的越狱计划也随着狱警的到来而彻底破灭。为防止北极星再次越狱，狱方准备把他转运到特殊监狱。有了前车之鉴，这次连囚车都是特制的，牢门由钢化玻璃打造，还有禁锢手脚的束缚带，车里没有任何金属制品，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曾用孩子逼他就范的检察官，竟然也成了阶下囚。检察官为之前的事道歉，并提出联手脱困。开始北极星并不买账，但一想到肚里的孩子，也只好暂时放下心中的芥蒂。检察官说已经安排人来救他们，现在只需静候时机即可。不多时，机会就来了。囚车突然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一样，发生猛烈的震动。光头特工立即下令封锁现场，一时间所有警力倾巢而出。变种人们也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多人，只好派隐身人前去营救。结果还没等他接近囚车，超能力就失灵了。刚要逃跑，却被哨兵2枪放倒。男友礁石见出师不利，顿时心急如焚。且不光他的超能力无法发动，所有的变种人都是如此。环视一圈才发现，原来是被同类干扰了。这人还是他们早已死去的同伴脉冲，他能抑制所有变种人的意念。无奈之下，礁石只好用手枪吸引敌方火力，
以身犯险为北极星创造时机。同时，狱警也接到转移囚犯的命令。北极星知道机会来了，等他们刚一解开束缚，两人同时对狱警发动突袭。可他们现在就是两个普通人，还被捆住了双手，又哪里是狱警的对手？没几下就被打倒在地，再次被他们关了起来。更糟糕的是，礁石的子弹也已经打光，即使他使出吃奶的力气，超能力也无法发动。就在他绝望之际，雷鸟飞身扑倒警卫，顺势打落他的手枪，凭借着过人的身手，3两下放倒警卫，然后猛然暴起，打断脉冲的施法。一时间，北极星也感应到超能力的回归，却苦于没有能用的金属。这时，检察官似乎想到了什么。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北极星也不再迟疑，立即发动超能力，抽出他腿里的钢钉，然后控制钢钉解开手上的束缚带。狱警一看，顿时慌了，赶紧呼叫增援，可惜为时已晚。北极星小手一挥，只听见砰的一声，囚车后门应声落地。北极星帅气登场，特工们火力全开，疯狂射击，但别忘了子弹也是金属。只见北极星单臂向前一推，子弹立马叛离，接着他双手用力一拉，所有人全部缴械，光头只好下达撤退命令。北极星激动地与男友相拥，但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因为雷鸟已经感应到无人机正在向这里接近。为了帮他们争取逃生时间，男友决定再次以身犯险，但北极星说什么也不愿再和他分开。You go, I go. 男友见状也只好妥协，和同伴约定在总部会合。然而麻烦比他们预想中来的还要快。北极星尝试用超能力击落无人机，却发现根本不在他的控制范围。男友的超能力倒是能打到，却苦于无法锁定具体位置。这时北极星灵机一动，拔掉车上的后视镜，然后使其飞出车窗外。这下总算能看见了。男友发动异能，借助光的折射，轻松将无人机击落。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就发现前方的路已经被堵死。男友立马要改道，可北极星却控制着方向盘，让车子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哨兵面前才停下来。光头还以为他们要束手就擒，可事情真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吗？只见北极星一脸淡然地走下车，嘴角还挂着坏笑。他完全无视袭来的子弹，挥手间就甩飞一名哨兵，帅就完事儿了。接着再一抬手，光头的手枪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Babe, we have to go. No, we're going. This one's coming with us. 随后，北极星把光头带到一处废弃厂房，并用柱子里的钢筋牢牢捆住他的脖子。你不是爱给人戴项圈吗？现在也让你尝尝那种滋味。要不是北极星留着他还有用，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北极星逼问光头，到底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把脉冲变成了他们的走口。见他死不松口，便叫来美梦者，对其进行记忆搜索。然而面对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美梦者也只能搜索到几个记忆片段，却没想到光头的队友来得竟如此之快，上百名警力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给美梦者争取时间，北极星再次发动超能力。只见他一抬手，数十条钢筋立马悬浮在半空。此刻他宛如一个指挥家，钢筋们收到指令，整齐划一地冲出窗外，接着急转直下，全部扎在警车上。哨兵们哪见过这场面，纷纷抱头躲避。显然北极星是要给他们来个下马威，但哨兵队长也不是吃白饭的，他虽不敢贸然发动强攻，却也想到了应对之策，命队员们戴上防毒面具，开始向里面发射催泪弹。浓烟瞬间充斥整间屋子，众人见大势已去，只好先行撤离。不过他们的努力也不算白费。美梦者根据光头的记忆片段临摹出一栋建筑，似乎很多同伴都被关在这。为一探究竟，北极星伪装成失足少女，引诱守卫过来。俩守卫还以为走了桃花运，顿时乐得合不拢腿，殊不知已经中了圈套。北极星直接发动异能，借助门卫的机枪跨盖，使其吊在半空。另一名警卫立马扣动扳机，可惜子弹也得听北极星的话。接着他控制警卫飞过来，对其展开盘问，但警卫显然不太喜欢吃敬酒，就只好喂他吃罚酒了。 Well, let's see if I can help you remember. Loosen the strap a little, he needs to breathe. 虽然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可北极星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凭他们这点人手去拯救同伴，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准备从变种人孩子挑选出一些有潜力的，并加以训练。就是他这挑选方式，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3, 2. 显然北极星对他的反应速度并不满意，最终只选出来3个人。第一个被选中的叫幻视，人如其名，他可以通过制造幻境来混淆视听，是个不错的辅助。剩下2个是一对姐弟，姐姐劳伦可以把空气分子凝聚成墙，其坚硬程度还具有成长性，而弟弟安迪刚好和姐姐相反，他可以破坏分子凝聚，但因能力刚刚觉醒，时灵时不灵。3人中能力最强的就是安迪，北极星对他也格外关照。 On your right. 很快，孩子们就迎来了第一个任务。安迪跟随礁石负责窃取资料，劳伦和幻视在北极星的带领下负责接应和撤退。可还没等强攻组到地方，就遇到了交警查车。现在被发现就等于功亏一篑。这时经验老道的礁石想到一个办法，他发动异能吸收车顶的光源，车厢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就连交警的手电筒都受到了干扰。交警刚要上车检查，却收到一条紧急任务，几人侥幸躲过一劫，顺利抵达任务地点。接下来就看安迪的，只见他伸出双手，墙面立马开始龟裂解体，接着用力向下一转，直接把墙面炸出一个大窟窿。几人立马分头行动，在检察官的带领下，他们轻车熟路地来到资料室。礁石用光能切开机箱外壳，并取出里面的硬盘。检察官也找到了变种人档案，不过他们也被警卫发现了。几人不敢耽搁，烧掉资料室后立马撤离。然而警方已经铺设好路障，准备给他们来个守株待兔。接下来就到接应组表演了。北极星通知礁石，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停车。礁石虽有疑惑，但还是无条件选择性。司机收到指令，他无视前方的封堵，直接把
把脚踹进油箱。警方见警告无效，直接下达击毙命令。北极星见时机成熟，使出浑身力气拦截住如雨点般密集的子弹。劳伦紧随其后，在卡车底部制造出一道空气墙，卡车一跃而起，突破警方的重重围堵。此时北极星即将到达极限，却依然不遗余力拦截那一颗颗射向卡车的子弹，以保证强攻组平安着陆。虽然躲过一劫，但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幻视立马发动异能，用障眼法将卡车一分为二。警方见状，赶紧兵分两路，对其展开追捕。What if they follow the right truck? What truck? 原来真正的卡车一直在往前开，不得不说他还挺机智，连北极星都不由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命运多舛，就在他们去解救同伴时，却发现人群中混入了一个奸细。短发女见事情败露，直接发动突袭，把雷鸟踹飞数米开外。此人速度极快，几乎是在电光火石间就已经放倒了救援组一半人手，就连身手敏捷的雷鸟在他面前也难以招架。交时的激光虽然够快，但抬手速度却是致命伤，只好先用2道激光将其困住，再借助闪光的空间传送，把雷鸟送到他头上，一拳将其打倒。在几人的默契配合下，总算将短发女制服。此事无疑是给众人敲响了警钟，一个叛变者都已经如此难对付，若不查出其中缘由，他们迟早都得完蛋。但问题来了，短发女速度极快，美梦者的迷雾根本追不上她，即使能让她吸进去，也很快就会被代谢掉。北极星倒是简单暴力，能直接操控飞刀把她逼到角落，但她明显精神不太正常，都听不懂北极星在说啥。好在礁石有所发现，他认出短发女是个瘾君子，说不定可以利用戒断反应逼她就范。说干就干，安迪发动念力把她推到角落，劳伦用空气墙封住她的行动，医生则趁机注射镇定剂。礁石把昏死的短发女焊在铁床上，北极星发动异能收紧铁棍。这时同伴也查到了短发女的资料，原来她也是个可怜人，女儿病重送医，可医院却不收治变种人，她去找院长理论，结果被哨兵组织抓走，改造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有家不能回，有口不能言。北极星能看出来她很想表达，于是便叫来读星窥探她的想法。读星看到一个实验室，里面有很多改造过的变种人，刚要继续深入，却戛然而止，因为短发女已经毒发身亡了。此事对北极星触动极大，毕竟他也即将为人母，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是的，他做噩梦了，梦里他误入一间实验室，越往前走他就越心惊，因为每间囚室都关着他的同伴，且个个神情呆滞，不安感使他加快脚步。在下一个囚笼中，他看到了躺在身旁的男友，可男友早已神志不清。此时隔壁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北极星走近一看，正是自己未出世的孩子，于是梦境和现实中的他同时失控了。The baby's at task. No. I think the baby's here. 在男友的安抚下，北极星总算冷静下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那根本就不是噩梦，而是即将发生的事实。因为坎博士已经起草了猎犬计划，一旦提案通过，变种人将成为合法实验体。为了破坏峰会的正常进行，几人在必经之路上提前设伏，等待一个有缘人。不多时，远处便驶来一辆豪车，同伴突然冲出，拦住豪车去路。北极星操控飞刀，直接扎爆轮胎。富豪见状，赶紧锁上车门，不过他很快就会发现，都多余了。雷鸟一把薅下车门，强行把他带回安全屋。没想到富豪死到临头，嘴上还不服软。Exterminate you like cockroaches. Is that so? You don't even deserve to breathe the same air as human beings. You don't want to breathe the same air? Then stop breathing. 话音刚落，富豪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显然他刚才的话已经彻底激怒了读星，刚要让他见阎王，却被同伴制止，提醒他顾全大局。好在读星也知道孰轻孰重，让富豪短暂喘息后，便开始了言传身教。Hello, this is Franklin Bennett. Hello? This is Franklin Bennett. I need to make a change to my security detail. I need to make a change to my security detail. Of course, Mr. Bennett. One moment, please. 随后几人伪装成富豪的保镖，成功混进峰会，准备来个擒贼先擒王。闪烁打开空间入口，马克思和另外2人去打头阵，北极星则负责干扰无线电的频率。一时间，所有参会人员的电话都成了一块废铁。男友这边见北极星已经得手，立马开始行动。雷鸟发动感知，得知坎博士的目的地是3楼，几人立马来到电梯口提前埋伏。待坎博士走出电梯，马克思直接发动异能，刺瞎所有人的眼睛，却不料他们之中也有变种人，打断了马克思的施法。好在雷鸟身手敏捷，迅速解决掉保镖。现在就只剩坎博士了，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卑鄙到用孩子来做挡箭牌。马克思顿时陷入两难境地，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退入电梯。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马克思又急又气，不料身后突然冲出来3个持枪保镖，不由分说就是一顿突突。好在雷鸟刀枪不入，用身体死死护住来不及躲避的闪烁，但这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好先行撤离。但警方显然不会善罢甘休，眼见他们越来越近，北极星出手了。几人总算躲过一劫，成功回到安全屋。可北极星却越发不安，他很清楚那些人对待变种人的方式到底有多残忍。现在他连自己都保护不好，又谈何养大孩子？如果都像男友那样仁慈，只会让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不用东躲西藏的世界。于是他独自来到坎博士的私人机场，准备制造一起航空事故。此时北极星已经彻底黑化，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动摇他的决定。 Babe, we just want to talk. There's nothing to talk about. This is just something I have to do. Please stand back. We can't do that.
Whoa, okay. Please just listen to me, and we will figure this out. I don't care about the X-Men. I don't care about the brother, and I care about my family. That's what I care about too. But I'm tired of hiding. It's time to make a new world. No, Mona, please. Mona! Precision pilot,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s. Experiencing engine trouble. Prepare for emergency landing. Don't do it! No! No! No!等男友再抬起头时，发现早已没了北极星的身影。另一边，变种人基地也遭遇哨兵组织的围剿。好在北极星训练的徒弟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发动异能阻挡了他们的进攻节奏，为大部队撤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却不料对方也有变种人，抬手间就把众人轻松击退。显然他们都是猎选计划下的产物。众人自知不敌，立马撤离，由安迪和劳伦留下来断后。他们一只手紧紧相连，另一只手发出让人望而却步的金光。可猎犬们却不退反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死亡的概念。伴随着金光喷涌而出，整个变种人基地都开始龟裂解体，彻底化为一片虚无。除了姐弟俩外，无一人生还。没想到马克思苦心经营了这么久，却还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就在他们考虑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时，黑化后的北极星出现了。他号召众人和他一起共创新世界。男友和他意见相左，第一个表示拒绝，北极星也不强求，毕竟人各有志。但让北极星没想到的是，安迪竟然选择站在他这边。随后又有3个人加入，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许分道扬镳才是最好的结局。几个月后，北极星也到了预产期，而他只是肚子稍微痛了一下，下一秒6吨重的汽车就被牵引过来，同伴都被这一幕吓坏了。可北极星却早已见怪不怪。Sorry, maybe just kicking. 好家伙，一个普通的胎动就闹出这么大动静，要是临盆那还得了？为以防万一，同伴为他租下一个军事基地，墙体由56米厚的混凝土浇筑，核弹来了都得碰一鼻子灰。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们还在里面建造了特制产房，连钢化玻璃都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为的就是隔绝一切金属物。可人算不如天算，当晚北极星就感觉一阵腹痛，看四周闪烁的灯光就知道宝宝肯定是等不及了。然而要命的是，产房外的金属物还没来得及清理，随着北极星的到来，产房立马变危房，凡是跟金属沾点亲戚的都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众人不敢耽搁，赶紧把北极星送进产房。而接下来的生产过程，就算放在整个宝妈界，那也是相当炸裂。他不经意间外泄的超能力就足以致命，不仅让产房的电力系统受到干扰，就连基地外也是如此。最后全程的电力都开始紊乱。可不论北极星如何用力，孩子始终都不肯出来。伴随着他的每一次嘶吼，外面金属物如同受到某种召唤一般，纷纷朝着北极星的方向顶礼膜拜，像是在迎接星王的到来。可这位星王却有点害羞，关闭了宫口。北极星难产了，此时的他全身骨头几近散架，疼痛感使他皮肤涨红，血压飙升，正逐渐失去意识。医生说他快不行了，让众人做好最坏的打算。嘴姐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可医生也无能为力，因为导致难产的根本原因不是生理，而是心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生的希望。关键时刻，嘴姐想到一个办法，她让独星3姐妹发动超能力，入侵北极星的大脑，创造出一个变种人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幻境。幻境中一片欣欣向荣，北极星站在舞台中心，尽情享受新时代的曙光。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北极星激动地抱住他的孩子，他们终于可以生活在阳光之下了。亲情是最伟大的力量，他唤醒了北极星对生的渴望。这一次他不再恐惧，他想起了自己的初衷，想起了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待一切归于平静，北极星终于顺产，母女平安。看着怀里那稚嫩的脸庞，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北极星给她取名为晨曦，同伴们也被这温馨的一幕感染，彼此之间相视一笑。可初为人母的北极星根本不知道如何带孩子，怀里的晨曦一直作闹不停。独星刚好看到这一幕，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其发动了超能力。被催眠的晨曦立马就安静了。当然，北极星并不知道这些，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可就在一次乘坐电梯时，独星无意间哼了2句摇篮曲，歌声立马引起北极星的警觉。这首摇篮曲只有在他们母女独处时，他才会唱给晨曦听。得知女儿被他入侵过大脑，北极星当时就火了，直接发动超能力，把独星吊在半空。他不愿让女儿在别人操控下成长。这时电梯门打开，又被北极星强行关上。今天谁来求情都没用。You and your sisters, so much has lost, and my daughter again, I will kill you. 北极星刚要给他一点教训，却被嘴姐的能力打断，还美名其曰担心他会做出后悔的事。北极星知道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却也不好发作，只好日夜守在晨曦身边。都说有了孩子的女人，身体各项机能似乎一下子就变强了，北极星也不例外。夜里孩子的一点点响动，就能让他从熟睡中醒来。然而最令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晨曦的高烧不退，让北极星一下就乱了手脚。Help somebody, please! I need help! 经医生检查才知道，原来晨曦患有严重的小儿黄疸。
加上变种人的基因问题，普通的光照根本不管用。为今之计就是找来孩子的父亲，通过超能力来治疗。嘴姐知道这是拉拢北极星的好机会，于是便派读星前去寻找，顺便还能解决他们之间的误会，一举两得，岂不美哉？不多时，读星就带着焦氏回来了。焦氏轻轻抱起女儿，眼里满是爱意，听到女儿的名字，更是百感交集。因为晨曦在西班牙语中是北极光的意思，也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结晶。但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赶紧发动超能力，用特殊的日光扫除女儿身上的病痛。很快，晨曦的肤色就恢复如初。听到医生说孩子一切正常，北极星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这也意味着他和焦氏又要再次分开，因为两人的理念不同，终究无法在一起共事。直到焦氏把亲手为女儿打造的礼物交到北极星手上时，他才后悔当初放任她离去。现在他想为母女俩留下来。Real men don't abandon you. It's time to go. Just give me a minute. We said it's time to go. 焦氏受到毒星控制，不由自主的就往出走。就在他将要戴上头套的那一刻，往事的一幕幕不断浮现在脑海。No. Lorna! Remind you! They're in your head! Marco, that's enough. Don't let them do this to our family! 最后时刻，焦氏终于摆脱控制，他3两下放倒2个毒星，还用异能灼伤了1个，准备带走母女2人，却不料嘴姐突然出现。焦氏的超能力在嘴姐的大嘴面前根本发挥不出万一，但他依旧不肯放弃，尝试用另外一只手攻击，可结果却不尽人意，被自己的异能反噬，最终被他们轰了出去。万念俱灰的焦氏喝光瓶里的最后一滴酒，然后砸碎酒瓶。北极星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回响。When you discovered your ability, what was the first thing you did just for the joy of it? Look at that. 他学着当初的样子，向着北极星所在的方向全力发动异能。他只能用这种方式传达对母女俩的思念。美丽的光影划破夜空，夜空下的北极星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一幕。他又何尝不思念他们？把煎饼变成炒饭，就是这个女孩的超能力。可他却没注意到父母贪婪的眼神，还开心地吃着早饭。殊不知他已经被父亲给卖了，以5万美金卖给了变种人实验室。女孩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看见父亲狠厉的眼神，这才后知后觉。他想逃，却逃不掉，就这样被他们捆住双手，戴上了一只超能力的项圈。纵使他天赋异禀，却躲不过父母的背叛，多么的讽刺！他就这样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每天都要经受非人的折磨。好在北极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误打误撞把女孩救了出来，可从前那个爱笑的他，如今却变得敏感而自卑，始终不敢在人前使用超能力，也不敢再相信任何人。自打被救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再这样自闭下去，谁都没办法帮他。 She's been locked up for years. He's right. Imagine what's going on in her head. We don't need to. We can see for ourselves. 随后毒星发动异能，尝试了解女孩，然而结果比他预想中的还要糟糕。You have no idea. 所有人都觉得女孩没救了，只有安迪不愿就此放弃。夜里，他来到女孩的房间，先是发动念力打碎弹力球，见吸引到女孩的注意后，又对她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在安迪的悉心开导下，女孩终于放下了戒备心。只见她一抬手，弹力球立马被翻面。My name's Andy. Rebecca. 随后，安迪带她去吃了汉堡，她一口气吃了2个，许是胃口被满足，心情都不由好了许多。安迪问她的超能力是什么原理，丽贝卡也不藏私，而她只是稍微一用力，饮料瓶立马被翻转过来。随后解释说自己天生就能改变物品的维度。接着他用番茄酱写下一堆字母，再一摊手，字母立马翻转过来，刚好是安迪的名字。安迪觉得这很不可思议。此时刚好过来一辆警车，丽贝卡打算晚点大等警察下车后，他立马发动超能力，把整个警车都翻了个面。Are you crazy? Those are cops. I know. I hate cops. Now you. 安迪本不想陪他胡闹，却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见他双手用力一拉，警车立马4分5裂，在一阵阵爆炸声中，彻底成了一堆废铁。直到回到基地，他们还兴奋不已，两人的好感急速攀升，情不自禁地吻在了一起。随着丽贝卡越来越开朗，她的能力也越来越得心应手。1尺厚的保险柜，说翻面就翻面，和队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安迪挥手间就放倒4个正面冲出来的模拟哨兵，而背后射来的子弹全部被北极星一一挡下。最后由丽贝卡收尾，她先是将哨兵调转方向，接着再一抬手，空间顿时一阵扭曲，轻松解决战斗。很快他们便迎来了第1个任务。可你看他们那明目张胆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去抢银行的。警卫第1个表示不服，可他刚抬起枪就被毒星给压了回去。好吧，他们的确有嚣张的资本，但更嚣张的还在后面。只见北极星一抬手，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抖怒，屋里的保安见状直接掏出手枪，疯狂扣动扳机。可子弹在北极星面前根本就是个笑话。随后嘴姐大嘴一张，超声波立马传遍整间屋子，即使他们捂住耳朵也没用，纷纷跪倒在地上。北极星则趁机将所有人缴械，轻松拿下银行1层。随后几人分工合作，嘴姐将所有人关进会议室，毒星发动异能，控制行长自曝多年来压榨变种人的罪证。另外3人则来到地下室，北极星强行打开电梯门，前往地下保险库。接下来就轮到丽贝卡表演了，现在只需要把保险库翻个面就。糟了，好像翻不过来了，因为保险库的厚度已经远超他的能力范围，尝试了几次都无功而返。这时安迪想到一个办法，让丽贝卡回忆自己在实验室的遭遇。一时间，痛苦、愤怒、孤独、绝望，各种负面情绪同时涌上心头。他终于爆发了，把所有的不甘都汇聚在手中。空间在不断扭曲下，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将3人纷纷吹倒。再看保险库，哪里还有
有刚才的样子，发泄的感觉让他无比畅快。可这也是悲剧的开始。就在几人准备撤离时，行长的喋喋不休立马引起丽贝卡的强烈不满，认为对他们的惩罚还不够。他不顾众人的劝阻，直接发动超能力，会议室里顿时出现数不清的空间碎块。下一秒，此时整个世界仿佛都清静了。What did you do? 可丽贝卡却没有丝毫愧疚，反而笑得阴森。而嘴姐之所以这么伤心，是因为她的未婚夫也在里面，仇恨的种子在她心里扎下了根。逃跑路上，北极星刚指责2句，丽贝卡就急了，认为自己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个工具人。随后她发动超能力，直接把车门翻面扬长而去。此后街上就多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尸体，显然都是丽贝卡的杰作。但很快她的报应就他就这样被关进立方体中，立方体一刻不停地旋转，以此来削弱他的方向感，使其无法发动超能力。显然这一切都是嘴姐所为，要不是留着他还有用，恐怕丽贝卡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安迪不忍看他受折磨，便去找嘴姐求情，可嘴姐却劝他少多管闲事。哪知安迪也是个犟种，直接用念力撕开了立方体，打算带丽贝卡远走高飞。可听了他的话，安迪却后悔了，因为他要杀掉所有人。安迪刚要劝他，可电梯门已经打开，丽贝卡张开双臂，打算像在银行里那样杀掉所有人。紧急关头，安迪及时发动念力，打断了丽贝卡的师傅，却不料出手太重，丽贝卡滑行数米后，后脑直接撞在立柱上，当场去世。She's not breathing. Somebody help! 亲手葬送挚爱，此刻的安迪该有多么痛苦啊！他不懂丽贝卡为何如此偏执。北极星告诉他，自己也曾被实验室折磨过，即使进去时还心智完整，出来后也会伤痕累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抑制项圈和生产他们的公司。现在是时候做个了结了，这可不是普通的铁片，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见铁片在他手中不断变换形态，最终化为一束头菇。至此，北极星彻底觉醒，成为新一代的万磁王，而他也将用更加铁血的手段摧毁一切来自人类的恶意。北极星率领徒弟安迪来到抑制项圈总部，成山的服务器映入眼帘，而每一台的背后都代表着同胞们罄竹难书的苦难。想到自己曾被项圈支配的日子，北极星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只见他缓缓升至半空，然后全力爆发，与之相连的项圈立即失效，而深受其害的变种人也终于挣脱枷锁，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安迪也不甘示弱，随着他一声怒吼，所有的服务器全部被炸毁。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变种人纷纷摘下抑制项圈，被压迫已久的他们如获新生。但让北极星没想到的是，因此受益的不只有那些无罪之人，同样还有真正的重刑犯。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能让物品沸腾，有的能将物品隔空传送，有的还能直接将物品引爆。三人曾凭借这套组合技炸死过上万人。北极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嘴姐要收服这种罪行滔天的人？面对北极星的盘问，嘴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看了一段新闻。主持人义正言辞地说，变种人都是禽兽，根本就不配活着。随后他告诉北极星，若想重建世界，就必须先摧毁世界，所以他要炸毁人类政府。但显然嘴姐的理念已经完全违背了舰队的初衷。如果放任这样一群人胡作非为，届时不论是人类还是变种人，都将永无宁日。为了破坏嘴姐的计划，北极星趁无人注意，故意弄伤自己的手臂，然后以处理伤口为由，偷偷潜入监控室，利用超能力破解电脑密码，从里面找到麦克斯的出行记录，发现他经常去一间酒吧买酒，于是便暗中联系男友礁石，派他前去绑架麦克斯。只要拆散三人组其中一人，就能拖延嘴姐的毁灭计划。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麦克斯的顽强抵抗，导致绑架计划变成了一场暗杀。嘴姐得知麦克斯的死讯，顿时火冒三丈，他下令封锁整个基地，势必要在行动前揪出内鬼。很快他们就查到了那台电脑上。What did you find? We found a spy. 可万万没想到，读心所说的内鬼并不是北极星，而是拥有最强大脑的杀鸡。破解密码这种事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加上读心唯独无法弄清他的大脑，也就无法证明他的清白。他就这样成了北极星的替罪羊，生生被嘴姐的大嘴给嘴死。杀鸡的死就如同石子掉进了大海里，连点波澜都没有。只有北极星觉得头痛欲裂，看着安迪面如止水的样子，北极星更加后悔当初把他带到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于是便把嘴姐的计划和盘托出。So you tell me everything Leva said was a lie? Rebecca died for a lie? Do we can stop if you come with me. 好在安迪良心未泯，决心与北极星联手阻止嘴姐的阴谋。然而命运多舛，没过多久，读心就找上了安迪，姐弟俩刚要反抗，就被读心控制了大脑，并把他们带到哨兵特勤处。随后三姐妹再次发动逆魔，迫使姐弟俩炸毁整栋大楼。等他们回过神时，那里已经彻底化为一片废墟。北极星还是来晚一步，更要命的是，读心还要让他们自相残杀。关键时刻，北极星策反了三姐妹的其中一人，趁他们愣神的功夫，礁石直接放倒另外两人，成功把姐弟俩救了出来。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尽快干掉嘴姐，但又谈何容易？要知道嘴姐的能力可不只是超声波那么简单，她能让人无法控制意念，甚至都无法思考。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安迪的父亲挺身而出，说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他给妻子留下最后一吻，毅然决然地来到嘴姐面前。嘴姐也没想到，他们竟然派这么个废物过来，当即张开大嘴，准备送他下地狱。李德顿时觉得头痛欲裂，可他却没有退缩，反而一步步向嘴姐靠近。原来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超能力，越是愤怒能力就越强，可以说他天生就是嘴姐的克星，只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基地也随之覆灭。嘴姐见阎王的不久后，变种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北极星也终于和所爱之人团聚，享受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